小宝，别哭了，妈妈在这里，妈妈在这里。我颤抖着手指，试图解开笼子上那把陌生的锁。笼子里，3岁的小宝眼睛红肿，身上有几处明显的淤青。他不停地抽泣着叫我：“妈妈，我要出去！妈妈！”我的心如刀绞，却不知从何下手。这已经是第2次了。婆婆为了打麻将，竟把我的孩子像宠物一样锁在铁笼里。上次我忍了，可这次小宝身上的淤青清清楚楚地告诉我，事情远比我想象的严重。李芳，你先别激动。邻居王阿姨递给我一杯水。你婆婆刚走不久，说是去老马家打通宵。我听见小宝哭了好久，才给你打的电话。我看着手机里刚调出的监控视频，婆婆把不愿进笼子的小宝硬推了进去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丈夫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他语气轻松地说道：“芳芳，我提前完成了工作，明天就能回家了。”我吞下即将出口的哭诉，挤出一丝笑意：“好，我等你回来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李芳，今年28岁，在市中心医院做护士。由于工作性质特殊，经常需要倒班加班，生活并不轻松。3年前，我嫁给了大学时的男友李强，第2年就生下了小宝。李强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，常年在外跑业务，1个月能回家的时间屈指可数。我们的小家刚组建不久，就面临着无人照顾孩子的窘境。正当我为此发愁时，婆婆张玉珍主动提出要来照顾小孙子。当时的我感激不尽，觉得这是解决燃眉之急的最好办法。李强也松了一口气，认为有自己的母亲照顾孩子，总比找陌生保姆要安心得多。婆婆搬来和我们同住已经1年多了，刚开始一切都还算顺利。虽然我和婆婆在育儿理念上有些分歧，但看在她确实帮了大忙的份上，我总是尽量迁就她。问题是，婆婆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的爱好，打麻将。在老家时，她就是远近闻名的麻将高手，经常能在牌桌上坐上大半天。搬来城里后，她很快就在小区里找到了新的牌友，几乎每周都要聚上几次。起初，婆婆只是在小宝午睡或者我休息在家的时候出去打牌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她打牌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时间越来越长，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不回家。我曾委婉地提醒过她：“妈，您去打牌时能不能等我回来再走？小宝一个人在家不安全。”婆婆总是不以为然：“有什么不安全的？我把门锁好了，他又跑不出去。再说了，我养大了你老公，还能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？”每当这时，我就只能无奈地闭嘴。是啊，毕竟他是长辈，是帮我们照顾孩子的人，我有什么立场去指责他呢？直到3个月前的那个夜晚，一切开始走向失控。那天晚上，我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，说是有重症病人需要立刻处理。我匆忙起床，看到婆婆正在客厅看电视。妈，医院有急事，我得立刻过去，拜托您照顾好小宝。我一边穿衣服一边说道。婆婆点点头，知道了，你快去吧，别耽误了工作。我急匆匆地赶往医院，忙到凌晨3点才终于处理完所有事情。回家路上，我接到了邻居王阿姨的电话：“李芳啊，你在哪呢？我听到你家小宝哭了很久了，敲门也没人应，你婆婆是不是不在家？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什么？我婆婆应该在家啊，我这就回去。挂了电话，
我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冲回了家，打开门，屋里一片寂静，只有小宝微弱的抽泣声从卧室传来。我冲进卧室，眼前的一幕让我瞬间呆住了。小宝被关在一个大铁笼子里，那是婆婆前段时间买来说要养狗用的。孩子蜷缩在笼子的角落里，眼睛哭得通红，嘴唇发白。我立刻打开笼子，把小宝紧紧抱在怀里。他的身体冰凉，尿湿了裤子，小脸上挂满了泪痕和鼻涕。宝宝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！我抱着他，心如刀割，安抚好小宝，给他洗了澡，换了衣服后，我坐在床边，看着熟睡的孩子，眼泪无声地流下来。我拿出手机，给李强发了一条信息，描述了今晚发生的事。信息发出去后，我又后悔了。李强正在外地出差，就算知道了这事，也只能干着急。我又发了一条信息，没事，我会处理好的，你专心工作。凌晨5点，婆婆回来了，她一进门就看到我坐在沙发上等她。哟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她若无其事地放下包。妈，您去哪了？我强压着怒火问道。老刘家打牌啊，昨晚手气好，多打了几圈。婆婆说着往厨房走去。我给你热点牛奶吧，刚下夜班，肯定累了。妈，您知道您走后小宝是什么情况吗？我跟着她走进厨房，婆婆挑了挑眉毛，怎么了？我走之前把他关在笼子里了啊，他能出什么事？您说什么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您是说，您故意把小宝关在狗笼子里，就为了出去打麻将？什么狗笼子？那是宠物笼，很结实的，又不会伤到它。婆婆一脸理所当然，她太调皮了，我怕她一个人在家到处爬，万一从床上摔下来怎么办？关在笼子里多安全啊，又能看见她，她又跑不出去。我看别人家养猫养狗都是这么管的，挺好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妈，小宝不是宠物，他是人，是您的亲孙子啊！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我这不是为他好吗？你别大惊小怪的。婆婆不耐烦地摆摆手，我把你老公拉扯这么大，还不知道怎么带孩子，你们年轻人就是事多。我看着婆婆无动于衷的表情，一股无力感油然而生。我知道，无论我说什么，她都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。在她的观念里，她的做法永远是对的，因为她是长辈，是有经验的人。那一刻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不吵不闹，但也绝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向医院申请了调整工作时间，尽量在婆婆打麻将的时候能够在家。同时，我暗中在家里安装了几个小型监控摄像头，尤其是在小宝的房间里。这不是不信任，而是为了小宝的安全着想。我还悄悄联系了小宝所在幼儿园的老师，询问如何应对这种情况。老师建议我首先保障孩子的安全，同时寻求专业的家庭咨询服务。李强回来后，我把事情原本地告诉了他。他听完，眉头紧锁，却只是叹了口气：我妈年纪大了，思想观念跟我们不一样，你多担待点。我找时间跟她好好说说。我知道她夹在中间很难做，但心里还是有些失望。不过既然已经安装了监控，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，只希望婆婆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可惜我的希望落空了。上周三，医院突发状况，几位同事同时请假，导致人手严重不足。护士长紧急打电话让我去顶班，我本想拒绝，但想到最近几天婆婆的表现还算正常，就勉强答应了。临走前，我特意叮嘱婆婆：妈，我这次可能要忙到很晚，
您一定要照顾好小宝，有什么事随时打我电话。婆婆点点头，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去吧，我会看好他的。我不放心的又补充道：妈，您要是想出去打牌，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走，好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快去吧，别耽误了。婆婆催促道。我离开家后，心里还是不踏实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果然，下午4点刚过，我的手机就响了，是王阿姨打来的。李芳，你在医院吗？王阿姨的声音透着急切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。我刚才去你家门口送东西，听到小宝在哭，声音特别凄惨。我敲门没人应，可又能听到他在里面哭。你婆婆去哪了？我的心一沉，我马上回去。阿姨，您能不能先去看看？要是在门口花盆底下有备用的，好，我这就去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刻向护士长请了假，飞奔回家。路上，我不停地拨打婆婆的电话，但始终无人接听。回到家门口，我看到王阿姨正抱着小宝安抚她。一进门，我就闻到了一股尿骚味。怎么回事？我接过小宝，发现他全身发抖，眼睛哭得又红又肿。王阿姨叹了口气。我进来时，看到他被关在笼子里，笼子上还挂了锁。怎么会有这种事啊？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走进卧室，果然看到那个铁笼子就放在床边，笼门上赫然挂着一把小锁。小宝，告诉妈妈，奶奶对你做什么了？我轻声问道。小宝抽泣着说：奶奶把我关起来，说我太吵了，我要出去。奶奶推我。我注意到小宝的手臂上有几处淤青，明显是被人用力抓过的痕迹。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，又痛又怒。安抚好小宝后，我立刻检查了家里的监控录像，录像清晰地记录下了婆婆的所作所为。她在接到电话后，匆忙收拾了一下，对小宝说要出去打麻将。小宝不愿意一个人在家，哭闹着要跟去。婆婆不由分说地把她拖到笼子前，小宝拼命挣扎，不愿进去。婆婆竟然用力推搡她，导致小宝撞到了笼子边缘。最后，她把哭喊的小宝硬塞进笼子，还上了锁，然后提着包匆匆出门了。看完录像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，可现实却如此残酷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心肝宝贝，竟然遭受了这样的对待，而始作俑者居然是他的亲奶奶。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李强打来的。芳芳，我提前完成了工作，明天就能回家了。电话那头，他语气轻松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强忍住情绪。好，我等你回来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王阿姨，眼中满是无助。阿姨，我该怎么办？王阿姨拍拍我的肩膀。孩子，有些事情不能再忍了。你老公明天就回来，等他回来，你们好好谈谈。实在不行，就分开住吧。孩子的安全最重要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已经有了决定。晚上11点，婆婆回来了。这么晚还不睡？她问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心虚。妈，您知道我为什么等您吗？我尽量保持平静。婆婆避开我的目光。不知道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我累了。小宝已经睡了，但他手臂上的淤青不会因为睡一觉就消失。我直视着他。您为什么要把他锁在笼子里？为什么要推他？婆婆的脸色变了变。我这不是怕他乱跑吗？王家那个牌局难得凑齐，我不去多可惜。再说了，孩子不就是受点小伤吗？小时候谁还没摔几下？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太娇气了。我深吸一口气。妈，小宝不是狗，不是猫，
他是人，是您的亲孙子，您这样对他是违法的，是虐待儿童。婆婆一听这话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帮你们看孩子是情分，你竟然说我虐待儿童？你知不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？你们年轻人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。我没有继续争辩，只是平静地说，李强明天会回来，我们3个人好好谈谈。在此之前，请您不要再靠近小宝。婆婆气得浑身发抖，但看到我决绝的眼神，终究没有再说什么，摔门进了自己的房间。那一夜，我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我知道，明天将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分水岭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不会再让小宝遭受任何伤害。第2天下午，李强如约回来了。一进门，他就感受到了家里紧张的氛围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他问道。看看我，又看看躲在我身后的小宝。我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把他拉到书房，给他看了监控录像。看完录像，李强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妈怎么会这样？他难以置信地说道。现在你相信我说的了吧？这已经不是第1次了。我平静地说，上次我忍了，因为我以为那只是个意外，但这次小宝身上的淤青清清楚楚地告诉我，这不是意外，这是虐待。李强沉默了许久，最后叹了口气，你说的对，这事确实不能忍，我去跟我妈谈谈。我拉住他，不，我们一起去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孩子，我们需要一起面对这个问题。李强点点头，我们一起来到婆婆的房门前，敲门后，婆婆开门，看到我们俩站在一起，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怎么，叫上你老公来收拾我这个老太婆？她冷笑道。李强严肃地说，妈，我们进来谈谈。进了房间，李强直截了当地说，妈，我看了监控录像，您为什么要那样对小宝？婆婆一愣，什么监控录像？我拿出手机，把录像放给她看。随着画面的播放，婆婆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看完录像，李强沉声道，妈，您知道您做错了吗？小宝是您的亲孙子啊，您怎么能把他关在笼子里，还动手推他？婆婆沉默片刻，突然哭了起来。我这不是怕他出事吗？你小时候还不是这样过来的，现在的孩子太娇气了。再说了，我帮你们看孩子已经够辛苦了，还不让我出去透口气。我忍不住插话，妈，我们感谢您帮忙照顾小宝，但这不是您伤害他的理由。如果您实在觉得照顾孩子太辛苦，可以直说，我们可以找其他解决方法，但绝不能把孩子关在笼子里。婆婆擦了擦眼泪，突然变了脸色。好啊，你们现在是针对我是吧？我把李强养这么大容易吗？我帮你们带孩子是情分，不带是本分。既然你们嫌弃我，我明天就搬回老家去，看你们怎么办。李强皱眉道，妈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只是希望您能认识到错误，别再这样对小宝。婆婆冷笑道，错误？我养大你用过这种方法吗？我看错的是你们，不知感恩。就在我们僵持不下时，婆婆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她接起电话，表情立刻变得兴奋。老王啊，什么大局？好，我马上到。挂了电话，她匆忙收拾起包包，我有事要出去，这事回头再说。说完，不等我们回应，婆婆就急匆匆地出门了，只留下我和李强面面相觑。看来今天是谈不下去了，李强无奈地说。我点点头，先这样吧，反正我已经请了假，这几天可以自己照顾小宝，但这事必须有个了断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李强叹了口气，我知道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家里的气氛一直很紧张。
婆婆几乎整天都不在家，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里，很少与我们交流。李强试图找她谈话，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我和李强也进行了多次长谈，最终我们决定，如果婆婆不能改变态度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分开住。或许我妈需要一些时间冷静下来。李强说，她年纪大了，固执是难免的。我只是沉默地点点头，在我心里已经对这段关系不抱太大希望了。小宝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。就这样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家里始终弥漫着一种无言的压抑。婆婆依然我行我素，每天早出晚归，但至少她不再主动提出要照顾小宝，也不再干涉我们的家务。表面上看，一切似乎回到了平静，但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我下班回家，发现婆婆反常地坐在沙发上发呆，她面容憔悴，眼神空洞，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妈，您怎么了？尽管心中有芥蒂，但看到她这副模样，我还是忍不住关心道。婆婆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中满是疲惫和沮丧。没什么，你先忙你的吧。我本想就此作罢，但犹豫片刻后，还是坐到了她旁边。是有什么事吗？身体不舒服？婆婆沉默了很久，突然低声说道：“我那些牌友被警察抓了。”什么？我吃惊地问道。为什么？婆婆深吸一口气。我们一直打的那个局，原来是赌局，老王家被人举报了，警察一锅端了。我那天刚好有事没去，躲过一劫。但是她欲言又止，我却大概猜到了下文。您输了很多钱。婆婆点点头，眼中噙着泪水。这些年的积蓄差不多都输光了。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。一方面，我为婆婆感到难过；另一方面，我又觉得这或许是一种报应。那些本该用来享受晚年的积蓄，却因为她对麻将的痴迷而付之东流。这不正是她忽视小宝、伤害小宝的间接后果吗？还有，婆婆继续说道，声音越来越低，那些牌友都怪我，说我带来了霉运，以后都不愿意跟我打牌了。小区里的人现在看到我都躲着走，说我是赌徒。我默默听着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曾几何时，婆婆在小区里是多么意气风发，是多少牌局争相邀请的座上宾，而现在她却成了众人避之不及的对象。最糟的是，婆婆的声音几乎变成了耳语。麻将馆的老板说我带来了警方的注意，以后不欢迎我去了。说完这些，婆婆突然放声大哭起来，像个无助的孩子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钱没了，朋友没了，连打牌的地方都没了，我这下半辈子该怎么过啊？看着婆婆崩溃的样子，我心中的怨恨竟然一点点消融了。此时的她不再是那个盛气凌人的婆婆，而只是一个犯了错、付出代价的普通老人。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妈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哭也没用，关键是您要从中吸取教训，重新开始。婆婆抬起头，眼中满是迷茫。我这把年纪了，还能重新开始什么？您可以找一些健康的爱好啊。小区不是有老年活动中心吗？听说那里有太极拳班、合唱团，还有各种手工兴趣小组，您可以去试试，说不定会交到新朋友。婆婆摇摇头，那些东西没意思，哪有打牌刺激？我叹了口气，不再多说。看来婆婆还没有从骨子里认识到问题的根源。她失去的不仅是金钱和朋友，更是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孙子的爱。
当晚，李强回来后，我把婆婆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早该如此，李强出乎意料地说道。我妈这些年对麻将的痴迷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，这次的教训或许能让她清醒一点。我点点头，希望如此吧。不过我们还是要多关心她，毕竟她是你妈。李强握住我的手，谢谢你，芳芳。换了别的媳妇，可能早就闹着要分家了。我笑了笑，我只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好好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婆婆的情绪持续低落，她大部分时间都闷在房里，很少出门，即使出门，也总是低着头，生怕遇到熟人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她开始主动帮忙做家务，甚至会试着逗小宝玩。虽然小宝一开始对她很抗拒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也慢慢接受了奶奶的示好。一个周末的早晨，我正在厨房准备早餐，婆婆突然走了进来。芳芳，她犹豫了一下，有件事，我想跟你道歉。我有些意外地看着她，什么事？婆婆深吸一口气，关于小宝，关于我把他锁在笼子里的事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那么做。我放下手中的活，认真地看着她。妈，您为什么现在才认识到这一点？婆婆低下头，眼中含泪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我年轻时不是这样的，我很疼小强，从来不会限制他的自由。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变得越来越固执，越来越只顾自己的喜好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那天我去老王家，看到他把自家的狗关在笼子里，我就想，小宝那么调皮，关在笼子里不是挺好的吗？可我忘了，小宝不是狗，他是我的亲孙子啊，我怎么能那样对他？看着婆婆真诚悔恨的样子，我心中的最后一丝芥蒂也消散了。妈，你能认识到错误就好，小宝还小，他很快就会忘记这件事的。关键是以后我们都要好好爱护他，给他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。婆婆点点头，突然拉起我的手：芳芳，我还想谢谢你。我有些困惑，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没有在我最落魄的时候落井下石，换了别人，可能早就借机把我赶走了。婆婆真诚地说道。我笑了笑，妈，我们是一家人啊。再说了，小宝需要奶奶的爱，我和李强也需要您的帮助。只要我们互相理解，互相尊重，这个家就会越来越好。婆婆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中流露出感激和温暖。那一刻，我知道，我们这个家庭终于迎来了转机。从那天起，家里的气氛明显变得轻松了许多。婆婆不再沉迷麻将，而是开始尝试新的爱好。她加入了小区的太极拳班，每天早晚都去锻炼。她还报名了老年大学的烹饪课，学习各种新菜式，然后回来给我们做好吃的。最令我感动的是，她对小宝的态度完全变了。她不再把照顾孙子视为负担，而是真心实意地去疼爱他，了解他。他会陪小宝看动画片，会给他讲故事，甚至会放下身段，趴在地上跟他一起玩积木。小宝也渐渐忘记了那段不愉快的经历，重新亲近起奶奶来。每当看到他们祖孙俩开心的玩耍，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激和温暖。李强看到这一切，也松了一口气，他不再需要夹在妻子和母亲之间左右为难，这让他工作起来也更加专注和高效。1个月后的周末，我们一家人坐在餐桌前，享用着婆婆新学的粤菜，看着餐桌上其乐融融的场景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人生就像一面镜子，你笑，她也笑；你哭，她也哭。婆婆对小宝的冷漠和伤害，
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自己身上。而当他开始付出真心，家庭的和谐与温暖也随之而来。或许这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，不断犯错，不断改正，不断成长，最终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芳芳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李强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微笑着看向一家人，我在想，我们真的很幸福。婆婆听了，眼中闪过一丝感动，她轻轻握住我的手，说道：是啊，我们真的很幸福，谢谢你，芳芳。我知道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，需要我们每个人去珍惜，去维护。而对于曾经的伤害和误解，我选择原谅并遗忘，因为家庭的意义不就在于包容与成长吗？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满窗台，照在我们一家人身上，温暖而美好。在婆婆道歉那天的1周后，我下班回家，意外地发现小宝和婆婆在客厅做手工。妈妈回来啦！小宝抬起头，兴奋地向我展示他手中的纸鹤，看，这是奶奶教我折的。婆婆有些腼腆地笑了，这孩子手巧，学得快。我走近一看，茶几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鹤，有些歪歪扭扭，有些却折得很漂亮。这么多啊，你们折了多久？我惊讶地问道。婆婆微笑道：下午小宝从幼儿园回来，说想学折纸。我年轻时跟一个老师学过一点，就教他了。小宝骄傲地补充：奶奶说我们要折1000只纸鹤，到时候可以挂在我房间里。看着他们祖孙俩亲密的样子，我内心一阵暖流涌过。这样的场景在几个月前简直不敢想象。晚饭后，小宝早早睡下，我收拾好厨房，看到婆婆坐在阳台上发呆。妈，在想什么呢？我端了杯茶递给她，婆婆接过茶，叹了口气。我在想，要是早点明白这些道理，也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。什么道理？我在她身边坐下。家庭的道理。婆婆啜了一口茶，年轻时忙着赚钱养家，把小强扔给我父母带，我自己却很少陪她。后来老了，好不容易有时间了，又迷上了打麻将，把时间都浪费在牌桌上。她看着远处的灯火，缓缓道：你知道吗？前几天我去买菜，遇到以前的牌友刘阿姨，她悄悄告诉我，那个赌局后来又转移了地方，现在更大了。要是放在以前，我肯定心痒难耐，可现在我竟一点兴趣都没有了。您变了很多，我由衷地说。婆婆点点头，是啊，有时候真要谢谢那场劫难，要不是钱输光了，牌友散了，我可能这辈子都醒不过来。妈，那您现在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好奇地问。我想再找点事做。婆婆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。前2天去老年活动中心，看到有人在教剪纸，我小时候很喜欢这个，就报了名。老师说我手巧，让我考虑当助教呢。我惊喜地看着他，真的？那太好了。是啊，感觉找到了新目标。婆婆笑着说，最重要的是我可以教小宝，他很喜欢这些手工艺。我突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：妈，您老家不是有个传统的布老虎缝制工艺吗？您以前给李强做过，他现在还珍藏着呢。婆婆眼前一亮，你还知道这个？对，那是我们那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年轻时我从我妈那学的，只可惜这些年没怎么做了。您可以重拾这个手艺啊，说不定还能教给小区里的其他老人，传承下去。我建议道。婆婆若有所思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我明天就去翻翻我的老箱子，看看还有没有以前的工具和样品。那一夜，我看到婆婆房间的灯亮到很晚。第2天一早，她就兴冲冲地拿着一个布老虎给小宝看。小家伙爱不释手，
抱着新玩具去幼儿园炫耀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婆婆仿佛找到了新的生活重心。她不仅在老年活动中心学习剪纸，还主动申请开设了布老虎制作班。起初只有2-3个人报名，但随着第一批布老虎完成，那些精美的手工艺品引起了小区居民的兴趣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。1个月后的周末，社区举办了手工艺品展，婆婆和她的学员们展出了各式各样的布老虎。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当地的文化馆馆长也来参观了，他对这些作品赞不绝口，还邀请婆婆去文化馆做非遗传承人。张阿姨，您这手艺太珍贵了，我们正在收集整理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您愿意加入我们吗？馆长诚恳地说。婆婆受宠若惊，我这只是家传的小手艺，不值当什么非遗。馆长坚持道，正是这种家传的小手艺才是真正的文化瑰宝啊！现在会这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我们必须抢救性保护。就这样，婆婆意外地成了当地的非遗传承人，每周都要去文化馆授课2次。这个身份让她找回了尊严和自信，小区里的人不再把她看作赌徒，而是尊称她为张老师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婆婆把部分课酬用来给小宝买了一架小钢琴。她前几天说想学钢琴，我就想着给她买一个。婆婆不好意思地说，我没跟你们商量就买了，希望你们不会介意。李强拍拍妈妈的肩膀，妈，您这做得太对了，小宝一直想学琴，我们正打算给他报班呢。婆婆高兴地说，那正好，我在文化馆认识了一位退休的钢琴老师，他说愿意免费教小宝，就当交换我教他做布老虎。看着婆婆忙碌而充实的生活，我感到无比欣慰。曾经那个只知道打麻将，对孙子漠不关心的老人，如今变成了一个有爱心、有追求、有成就的长者。这种转变，不正是家庭关系修复后最美好的果实吗？李强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。一天晚上，他感慨道：“妈真的变了很多，我都不敢相信。”我点点头，人总是在经历中成长的。你妈妈经历了那次打击后，反而找到了更有意义的人生方向。我一直担心你和妈妈的关系，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李强握住我的手，谢谢你，芳芳，谢谢你没有放弃这个家。我靠在他肩膀上，傻瓜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啊。日子就这样平静而甜蜜地流淌着。婆婆的布老虎手艺越来越出名，甚至有外地人专程来请她制作。小宝的钢琴课也进展顺利，婆婆每次都会陪着她练琴，祖孙俩的感情越来越深厚。有一次，我下班回家，听到小宝在问婆婆：“奶奶，为什么你以前那么喜欢打麻将呀？”我正想进去打圆场，却听到婆婆坦然回答：“因为奶奶那时候不懂事，以为那样很快乐。后来奶奶明白了，真正的快乐是陪在家人身边，看着你一天天长大，教你学新东西。”小宝歪着头想了想，说：“那奶奶现在不打麻将了，您快乐吗？”婆婆摸着小宝的头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：“当然快乐啊，奶奶现在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。”听到这番对话，我悄悄擦去眼角的泪水。是啊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短暂的刺激，而在于持久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婆婆在经历了那场报应后，反而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去年春节，我们一家人回了趟老家，乡亲们看到婆婆的变化，都啧啧称奇。老张头，你们家老太太现在可出息了，听说还上电视了。邻居老王问道。公公笑呵呵地回答：“可不是吗？
前段时间市里拍非遗纪录片，专门采访了她呢。我看到婆婆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，心里无比温暖。这才是长辈应有的尊严和幸福啊！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